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就在刚刚，我们看到比特币快速跌破了62000美金整数关口。虽然当前时间点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是我们看到市值排名前500名的山寨币，大多数都出现了一个跟随比特币的急速下跌。那么这轮行情，我们对于比特币来说有一定的预判，有一定的认知。对于比特币来说，本轮行情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细游。那上方的阻力位呢，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反弹过程当中就给出了一点，就是上方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的这个位置存在巨大的压力位，同时呢，也是反弹过程当中形成的收敛三角形接近近焦点区域上的一个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那么这轮行情在反弹过程当中形成收敛三角形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上，遇阻于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附近，所以发生了下跌。下跌过程当中，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观察到了4月24日这根悟空阴线之后，对它有一个4小时级别下跌虚游的一个预知。那么目前为止，4小时级别8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刚刚发生的唐僧阴线组已经完全走了出来。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接近前低59600美金，目前62000美金已经非常接近前低59600美金。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继续的反弹是有可能有机会发生的。原因是本轮行情它的一个下跌过程是一个收敛三角形形态的下跌，下跌完成之后，一个收敛三角形的反弹。那么目前的急速下跌是对第一轮下跌方向的一个回补之后的2次下探。那在第一轮次回补之后，相当于一个伤口我们及时处理，用另一只手去捂住这个伤口，但是伤口仍然流血，这个流血的过程构成了2次下跌。那么这个流血完毕之后，我们还要去医院去包扎这个伤口，那么就会发生反弹。最终在结构上，我们认为比特币在结构上能够形成在下方65000美金到60000美金形成一个横盘整理的收敛三角形。一旦这个横盘整理收敛三角形接近尾声的情况下，将意味着变盘可能会发生将意味着行情可能会重新启动。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在3月初就看到了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悟空阳线。那么后面所有的 K 线，包括本周的这个 K 线，都是悟空阳线势力范围、悟空阳线开盘价上方的K 线系统。那么这组 K 线在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管它叫做干扰性 K 线，也叫做妖怪 K 线。那么妖怪 K 线将干扰我们对行情上涨趋势的判断，但在干扰完成之后，我认为这个悟空阳线是有机会复活的。一旦悟空阳线复活，将意味着周线级别将有上方8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那么我们将迎来第4轮次减产牛市当中周线级别第4轮的上涨细游。同时呢，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错杀了很多山寨币。首先是 BNB 那 BNB 呢算是一个主流币。BNB 同比特币的一个趋势，目前是出现了一个在0.009位置上的突破性的动作。那这里的突破呢，是突破了一条长期的压力线。那这条压力线呢，启动的位置是在21年11月长达3年的压力线被突破之后，我们认为 BNB 对比特币将会有一个上涨趋势。那么目前 BNB 和比特币在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调整，但是不影响大的趋势。同时呢， BNB 相对于 USDT 目前存在一个结构，就是上方形成了一个箱体结构。在箱体结构的上边线的这个位置上，我们已经观察到了4次的位于600美金附近的等位置波峰。4次等位置波峰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意味着未来 BNB 将会有一个新高的出现，但这里没有发生。那么伴随比特币调整过后，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看到 BNB 目前支撑于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位于580美金的支撑线附近，不继续跌破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个箱体结构依然存在。目前 BNB 的价格稳定在箱体结构的中线部分，这是一个支撑线，也是200日均线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所在的一个位置。因此呢，对于今天来说， BNB 是一个比较好的可以介入的一个价格。
同时呢，被错杀的我认为是XAI。那这个币种呢，我们在前面文字分析当中给了出来啊。首先呢，它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币种，刚刚上线 Binance 平台之后，算是一个次新币。我们看到上方形成了一个方向偏下的收敛三角形，然后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是它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发生跌破，同时呢，在底部形成了一个横向整理的收敛三角形。我们看到它出现反弹的力度也非常强，但是呢，被比特币带节奏带回了收敛三角形的下边线的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不是它变盘的位置，因为我们看到收敛三角形刚刚走到三角形的中线附近中部附近。那么越接近近焦点，越容易发生变盘。这个整理的时间要拉升到5月3日，也就是五一节的中期。那到达这个位置之后，我认为它目前所处的一个位置，算是从上方$1一个平台期跌下来之后的黄金位。那这个黄金位在短线上非常重要。那在底部形成黄金位之后，目前处在底部震荡过程当中，发生变盘是它的一个时间点位置，我们知道了，变盘的时间点我们知道了。那么如果不跌破的情况下，甚至止损的情况下，是容易得到它反弹之后重新回归它$1黄金坑上方的有这样的一个概率。那如果这个概率发生，目前$0.7是非常值得介入的，对于现货来说是非常值得介入的一个点位。那么今天处于上涨的币种非常少，这样的情况下容易让我们找到在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些强势币种。然后我看了一下 Binance 平台强势币种排名第5的是 ATA。那 ATA 呢是我在上周行情当中行情分析当中给出来的一个重点要注意的一个币种。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它出现了一个巨幅的震荡。那这里的震荡呢是围绕前高前高附近做出了一个快速下杀，然后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上，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144均线、169均线和200日均线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它从底部收敛三角形发动上涨以来它一直围绕200日均线做反复的震荡和上涨的一个过程。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4月12日到4月18日，随着比特币的下跌，曾经一度下穿了这条均线。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200日均线在4小时级别上的200日均线构成了一个介入点。如果再次回踩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可以建立第一个仓位。那如果跌破这个4小时级别位于$0.19附近的位置，下方是可以进行补仓的。因为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跌破这个位置之后，就建立了一个黄金坑。如果再次跌破的话，我认为这个底部也会上移，从前低$0.12上移到可能在$0.14到$0.16附近。如果跌破的情况下，可能会在这个位置上出现止跌。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周线级别上已经完成了一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那么上周行情对于 ATA 来说走出了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悟空阳线。那有了这个悟空阳线，我们对上方有8级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当然了，这个上涨过程不一定是直接一根一根拉升上去，中间会有干扰性 K 线，会有这个复杂的干扰性 K 线，让我们误判会出现一个下跌或者震荡的趋势。但是不要紧，目前在周线级别上有了悟空阳线之后，我们对它有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预期。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 ATA 来说，22年调整到24年，长达2年的调整形成了一个横有多长。那么在未来，我认为对于 ATA 在今天比特币有一定的调整的时候，它出现了强势的特征，意味着在未来是有机会做出纵有多高的一个结构。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构，判断至少还有5到10倍以上的空间。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联系我购买。也希望有小伙伴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